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敬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2组嘉宾，欢迎他们。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刘先生43岁，来自吉林，木工；张女士42岁，来自吉林，美甲师。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你来参加节目的诉求是什么？我们在一起4年了，我想跟他结婚，可他却拒绝了我，还想要跟我分手。我今天就想问问他，他到底想干啥呀？他根本就没想好好跟我在一起，只是图我的钱，把我当成了取款机。这种情况还结啥婚？他特别小心眼儿，总是挑理儿，对我和我的家人也总是斤斤计较。我只是想要一个保障，我错了吗？他呢，特别自私，只想着他和他的家人，根本没考虑过我的感受。我实在跟他继续不下去了。麻烦不小呢，一个要结婚，一个要分手。那咱们先说说你们2个人的关系啊。您2位现在是？我俩是情侣。您2位的年纪，一个43，一位42，之前都有过婚姻经历吗？我有过，然后家里有一个孩子，男孩，今年上高中了，在我这儿。我俩是经过别人介绍的呀，然后他对我挺好的，我觉着还行。我俩在一起就处了4年多了。所以这个结婚是最近几年才提出来的，是吗？现在就是我想结婚了嘛。我寻思结婚，这是我家那边都要彩礼嘛。我就要了个18万8的彩礼，他就是始终不同意。我本身吧是农村来的，家里边条件吧也不是那么好，我感觉这个彩礼吧也太高了。毕竟吧，你说我们这左右邻居啥的吧也有比较，我们家这块吧也就是7万8万的也就可以了。那你说他要18万8，我就感觉吧我有点接受不了。哪有7、8万的彩礼呀？现在呀，我同事他妈上一段时间，那都60多岁了，人还要了6万多彩礼呢。我跟前儿吧都是女生，这小姐妹都可多了，那也有说是2婚的，也都可多了。那人家也要的说是20几万啥的了都有。你说人家说的，哎呀，一问我小姐妹说，哎呀，我结婚要了20多万，我说那人家才给我2万，那你说老师，我这心里边就不得劲儿，我寻思那就多要点儿就是反正现在彩礼是18万8，一分不带降的，但对方18万8拿不出来啊，这是彩礼第一个卡点。第2个问题，你除了彩礼还要什么了？我还要3金了。大概多少钱的？差不多就是5万左右，差不多就行了，我没要太多。老师老师是这样的，我家里边母亲吧就是啥呢，从我那个老一辈吧传下来，就是这个金子，就是手镯还有项链啥的。我母亲是这么说的，说现在这个金子吧也比较贵，老人的意思说的，你看我这个给你就可以了，那个也没有必要咱再买这种新的款式。那你多花点钱也没用，留下的钱，你说咱以后来生活不挺好的吗？你也说那是老款式，那老太太戴那玩意儿，那我能相中吗？我替女士问一句啊，您打算拿多少的彩礼呢？10万以内吧，包括3金也在里面。对。好，我们大概知道这个差距。那这个房子什么的，是不是也得？房子他家现在没有，我是这样想的，老师，我寻思结回婚咋的也得在街里整套房子呀，然后咱们上班下班啥的了，以后孩子上学啥的，咱们住着不是也方便吗？他也是不咋同意。是这样的，老师，你说吧，本身吧，我们家吧就有150平的自建房，而且这个房子吧，就是啥也够用。我感觉吧，你说现在我们2个本身吧，新组建的家庭吧，我想那个就是啥呢？以后有钱了。再买不一样吗？再说也没有必要非得上市中心呢，8000块钱1平，那100平就80万。我家里边吧，那个母亲说的那意思说那个拿20%首付，那你说他说啥也不同意，非得让我那个掏50%的，那你说我感觉他是不是就拿我当提款机了吗？你这么说的话，我就生气。那非得拿20%干啥呀？那结回婚咱就稍微多付点呗，手里有钱凑手的话，那以后咱们少付房贷不也是一样的吗？说是不是，老师？
那剩下那50%，你会跟着他一起还房贷吗？对对对，老师，我是这么想的。我寻思，那都过日子了，咱也可以跟他还，但是我也有私心呐。现在多付点的话，我不就少还点吗？也减轻一点点压力吗？人家也挺实在，就直接告诉你，我就能少还一点，对吧？对对，我就是这么想的。对，那这房子就得写你俩的名儿了。老师，我是这么想的，我寻思让他写上我名儿。然后这个事儿他也不同意。毕竟吧，他现在还有个儿子，那你说真以后要结婚了，出现点啥问题的话，那你说他儿子是不是得继承我这个财产呢？哎妈呀，气死我了！你都要我？那你说，毕竟吧，我俩现在也没有孩子。那如果说我俩有孩子，我就是说我认可借点去，我买个房子也行。那我也没说不给他生孩子呀。那孩子吧，要是说来了呢，顺其自然有了呢，咱就要着，咱也不能弄下去，是不是？那他要是没有的话呢，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老师，我也不想遭那个罪，跟他做试管了啥的了。本身吧，你说我家吧也是3代单传，那你说老人不想有一个接户口本的吗？那你也理解我呗。那你说我现在这身体也这样式的，那你说非要做试管啥的就没，我感觉就没有那个必要了，他没有为我考虑一点点都，老师。对，在他的需求和你这个之间，他肯定是选择他的需求，就这么个意思。反正现在就卡在这里，彩礼也不行，3金也不行，房子也不行，孩子也是个问题。就行，这些问题先放这儿。接下来还有一个片子里面提到，男士说女生把它当提款机，这事儿我解释一下子，老师，我家不是有一个孩子吗？我家男孩今上高中了。补课这方面挺是个问题的，我补的比较多，然后我就是有时候没有钱了啥的了，我就问他要点儿。这不应该跟孩子亲爹要吗？那我俩都处对象这么多年了，那我问你要点钱给孩子补课，那我感觉也没啥毛病啊，老师。没毛病。不是不是这个要钱要点儿钱是多点儿啊？就是没有具体的数，孩子他爸给抚养费。就比如说是我们1个月1000块钱抚养费嘛，说这2个月说的，哎呀我没有了，说的那不凑手的情况下，那你第3个月给我吧，然后他会把这2个月都给我，并不是说人家不给。另外吧，老师你说咋的？我寻思没有必要说的，哎呀这个月孩子他爸还没给我抚养费呢，你说我老跟他说这些事，我感觉好像没啥太大的必要。要说多了的话，他是不是得寻思？哎呀，老跟前夫俩藕断丝连，是不是也是个事儿？老师，那你说的那个不给你抚养费的时候，那你说孩子补课的时候，总在我耳边吹这个说这些没用的干啥呀？那咱俩不处对象吗？不是，那处对象那就是这明显就不像我给你掏这钱吗？你给了吗？我咋不给呢，老师啊？那我跟你说，每个月补课不够的时候，我那个就是1800的，我总给拿。哎，我有一感觉就是你给了是吧？对，你给了他嫌少。他没谢谢你给了多少，他只说你给的不够是吗？对，就是这样，老师。还有你说那老师他家孩子本身现在上高中了，头一阵子吧，就是这个手机吧就掉地下，把那个屏幕摔坏了，非得买要一个那个7、8千块钱的手机。而且现在这个学校里边上学吧，他也不让带这种东西，那有啥用啊？那在家那不就是打游戏吗？有那个必要，咋没有呢？你要觉得8000没问题，那你这个当妈的自己掏钱买不就完了吗？那我认为我这钱不打够的话，那我问他要点儿。他当时追我的时候，他还说呢，他说拿我家孩子当自个儿亲生的，那人家不给娶媳妇，他给娶；人不给买房，他给买。现在买个破电话，滴的了这事儿，你看说你小气，说你记记，你说一点都没毛病。那你说有能力，我也这么说，我第一我能接纳你，我肯定也能接纳你的儿子。但是我说那意思，你看，毕竟现在咱俩还没达到那个能力的时候，那这一个手机不是正常开销吗？那过分吗？那你说，如果说是给他身上多花点，我也承认。而且毕竟还不是他，你说还是他家孩子。你要是不这么说的话吧，我都不生气，真的。我有一个好闺蜜，我俩说的换季了嘛，然后我俩说的咱俩上那个皮草场溜达溜达去，去了到那嘎达，你说我俩就相中派个服，她说的，哎老公啊，我相中个派个服800块钱，她老公说，哎妈呀，妈呀媳妇儿，嘎转过来800块钱，你说我这个也是贱嗖嗖的，把电话拿出，我说老公啊，我说那个我相中个派个服800块钱，我说我小闺蜜都买了，她在那边闹就炸了啊！你咋这么不会过日子呢？800块钱，去年给你买羽绒服1000多呢，你才穿几2个月呀？你说的，当时真的我这心呐拔凉拔凉的。另外吧，不是说非得他给我买，老师，
这个咱兜里都有这800块钱，都能买，但是我就想让他宠我那个劲儿，你就想要那个劲儿，他像别人的老公一样买，对吧？对，我就问你，这800块钱羽绒服你买不起吗？买不起吗？不是那个老刘，我问一下啊，老刘，你女朋友一个月挣多少钱？她一个月也就3000、4000呢，一个月挣3000、4000，然后3金是5万，彩礼18万8， 18.8，然后这个买房80万，首付40万，首付40万，然后一羽绒服700、800，你是有点像提款机，真的。哎，那个这提款机还有一个功能叫存钱功能，它往里存吗？哎呀，基本上吧，老师，我跟你说，存的吧也不太多。我跟你说，因为吧，你看现在吧，我挣这个木匠活吧，一个月就挣这点钱，我就寻思吧，我自己的那个也开个小店啥的，缺个7、8万，我寻思我跟他说说，我说让他给我借点也行，是不是？老师，我说你现在这借点之后，我开小店挣钱了，我俩这以后的生活，这不也过得更好一些吗？但是说啥也不同意。他跟我俩处这4年多，总共他都没给我花上6、7万。你说他在我这嘎达借走6、7万块钱，开店黄了，他不还给我，然后他再不跟我结婚，现在就这样式的，你说我咋给他拿这个钱呢？他现在已经在你身上花了6、7万。我感觉没有那么多，就是没有那么多。花了多少？不太知道，3、5万。不是4年，老师这个我记着。因为这里边我跟你说，每个节日，比如说38妇女节了，什么情人节了，包括过年，那52、00、13、14啥的，我跟你说，每年下来都得达到将近2万左右。那你说不算那个平时那个买衣服开销啥的，那加一起那就是这4年，那也得有7、8个了。这事儿你还拿这事说啥来呀？你说我挣这点钱，你说我也不容易。哎，你嚷嚷要结婚，父母们什么意见呀？他父母不是很稀罕我，他老盯着说的，我上他家去了，给他父母买的东西，哎呀不好，给我爸妈买的东西好。你说他都老盯着这么说，这么挑理儿，那你说人爹妈能没有这想法吗？你说本身吧，那个我父母吧，就是啥呢？有那个高血脂、高血压啥的，还有一个有糖尿病的。那你说上我家去买那种那个猪头肉啥的，那老人根本就吃不了，还买那个挺甜的那种水果。那我就认为你根本不放在心上。那你说你咋知道你父母身体不好？你上你家买那个蛋白质粉了，又什么那个钙片啥的，买牛肉啥的，你就不讲理。我跟你说，你就不讲理。我上你家去了，我知道说你爸和你妈那个不能吃猪头肉啥的，那你说的我总得买点肉吧？那你说的老太太说吃青菜多，老师我也不能买2捆韭菜去上他家呀，你说是不是？我寻思咋的呢？老太太不咋能吃，那老头总能吃吧？完了他还爱吃那些东西，那我就是这么想的。你说就这事儿的，完了他也挑理。那我凭啥不挑理呀？你上你那个家里边的父母的就能买这种营养品，那咋的？我的父母就是跟你父母不一样啊！而且上你妈家每次那个你回去，我不说多拿那300、200的，我没给你拿吗？你上他家还给他父母钱呀？对呀，你去他们家给老头老太太干活吗？做饭吗？就是上我家之后呢，我跟你说啊，哪管说吧，咱说那个我俩现在是那个处对象的关系，咱不说好好表现，那最起码的你说那个洗涮啥，吃完饭洗个盘子洗个碗啥的，这都是正常的吧？可是他可倒好，我跟你说，来了之后，我跟你说吃完饭往那嘎一坐，我跟你说就跟个大爷似的。你爸妈都没挑我呢，你来不来老挑我了？你咋那样式的呢？跟你有啥关系啊？不是，那你没有我干不是你说这话说，那你回你家你咋啥都能干呢？哎，你去他家干吗？干活，他家有地，他爸这不是身体那个不好吗？有那个脑血栓吗？那你说收地啥的，我得去帮着，又扛又周的。那你说我感觉我做的也可以了。你不帮着扛周，你不帮着扛周，我找你干啥呀？你说的呀？我们家这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的。你说的，我爸和我妈那身体都脑血栓打底儿。你说的，所以他去你们家干这么多活，帮你们家出力，你去他们家不出点力吗？那他心里肯定不平衡呀。对呀。还有你说他爸那个就是上一阵子吧，这个脑血栓犯病了，我就寻思吧，当地的小诊所啥咱也别去了，寻思去上大地方那个好好看一看。我开车开了能有将近100公里去检查的，那个一检查这些那个3、4千的费用也都是我花的。那你说我这个说心里话，我俩还没结婚，没成家呢，那我感觉我做这样事的，那我也够用了。挺感激他的这事儿，我也挺稀罕他的还。我吧作为一个男人，我也有男人的担当。
就是对他，包括他们家这些人，我感觉我做的也够用了。你对他怎么样啊？我对他，我跟你说，老师那就别说了，他吧就是啥呢？是不是做这个美甲行业的嘛？你说过年的时候吧，你也都知道，那个也非常忙。我跟你说，我干木匠活吧，我也挺不容易的，天黑起早，风里来雨里去的。我回来的时候，我还得给他做点饭，还得给他送那个他那个店里边去。基本上就是啥呢？我俩在一起就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这个他对我确实挺好的。你们说说今天来这儿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吧？就是吧，这4年来，我感觉他对我还行，也挺好的。我寻思我想跟他俩结婚，人家同意结婚，没说不结呀。关键就是结婚这些条件。但是我说的条件他都达不到，咋整啊？就是你的要求是1结婚，2必须答应这些结婚的条件才能结。老师，就是我2样都想要。但是您的目的是啥呀？我就现在感觉啥呢？他提出这些条件不是奔着我这个人来的，我就感觉吧啥呢？图我的就是那个我的钱，从来吧也没考虑过我的感受。所以说就是我俩现在想结婚这方面，我就想那个好好的考虑。来，我们先来听听今天同样来求助的小袁和小张。我觉得大姐既然都想跟大哥走下去，那大哥给拿点儿又怎么了呢？俩人都要过一辈子了，而且大哥总强调大姐是把他当提款机图他钱，那大姐咋不图别人的钱呢？他就是喜欢大哥这个人呀。哦，他就想要个保障，我觉得没有错。哎呀，这找到知音了哈。老师，我听完这2位的发言，我肯定站大哥呀。这大哥这么无微不至的照顾这个姐姐，我感觉这姐姐有点还是奔钱儿去了。哎呀，他俩还意见不一样呢。那接下来我们听听各位老师们怎么说。来吧，于老师。刘先生，如果现在已经明确你们2个人即便走进婚姻也不可能有孩子，你还愿意走进这段婚姻吗？那我不愿意。对，这就是心里话。你心里很明白，你对他的离异带娃心中其实是排斥，你是有吃亏心理的，只是无奈你找不到其他的对象，又碰上了他，所以2个人风风雨雨经历了4年。对他的孩子，你不可能爱屋及乌。我说的再彻底一点，你是不愿意为别人养儿子的。你说他错了吗？我认为有一些做法也是值得尊重。我们就说张女士，面上看你渴望走进婚姻，但是你扪心自问，你对再次婚姻是缺乏信心的吧？对。你对这个男人没有安全感，是缺乏信任的吧？也就你刚才说的没有安全感，因为经历过一次婚姻，所以他的心思会更重，想的会更多，这很正常。所以你对这个男人是有排斥心理，你们2个人在一起了，心没有在一起，因为你知道这4年当中，因为我们是谈恋爱，就该你花钱，但是他认为我变成了提款机，到最后你还要把提款机里所有的钱掏干净，花在彩礼、3金房子，所以他心有不甘，他是不愿意，因为他的比较是我找不到对象，有了你，我必须要达到我的目的，首要目的那就是孩子。他说的明白无误，但是对你们来说，有没有孩子，你有没有生孩子的真实意愿，这都是未知数。所以即便他今天答应了什么的3金、彩礼、房子，你们走进了婚姻，也会脆弱到因为孩子，因为其他不堪一击，一地鸡毛。我觉得你俩挺适合在一起的，就一个没头脑，一个不高兴。先生，你不觉得你的行为也挺奇怪的吗？你找他的时候，他已经38岁了，带着一个儿子。你要真的想早日结婚生子，你俩拖了4年，他不是32岁，他拖得起吗？你早干啥了？你是不是没头脑啊？你就没有给你的生活做规划，所以你44岁还是个光棍儿啊！你个没头脑，还今天跑过来叫说你不跟我生孩子，我就不跟你好了。我告诉你，就算他特别想生，
他都不见得生得出来。42岁了，你们结婚耗一段时间，备孕耗一段时间，一弄44、45了，生得出来吗？你那么想要生孩子，你找个30岁的呀，没头脑吗？女士，你叫不高兴，这男人做的已经可以了。咱不管他是不是当初没想明白或者怎么着啊，这4年来对你家人，对你，包括在金钱上，虽然他说话不好听，但是说的也在理儿。他是可以帮助你的儿子，陪伴你的儿子一起成长，但主要的抚养权是你和你前夫，你俩没结婚呀，适可而止。你这叫真的是处处他怎么做你都不高兴，都不满意。什么18万8，他有那么多钱，他要有那么多钱，他娶你呀，想啥他都不知道。我认为你俩应该重新思考一下，各退一步，也叫各进一步，维护好你们的感情，把你们的小日子经营起来，都多努力付出一点，你多付出一点勤奋，对他的关爱。男同志，你这少一点那种语言上的什么对他的这些嫌弃，把日子过起来，这才是好的生活。有一句话叫贪多嚼不烂。张女士，你就属于贪的太多了。你要过怎样的人生，你自己心里一点数都没有。你的认知就是我要靠男人改变我的生活，我要占婚姻所有的便宜，我要靠婚姻来协助我的人生。但是亲爱的，婚姻是绝对没办法改命的，你本就如此，你只能过10块钱的日子，你过不上100块钱的日子。你想要过100块钱的日子，要么逼死他，要么自己重生一遍，因为你找不到100块钱的人。你总是拿这个男人的短处跟你那些小姐妹她们老公的长处去比。就像你说人家说了媳妇儿买，你没问问当他老婆父亲病重的时候，那个男人是否会第一时间出现。这个男人今天也许拿不出来18.8万的礼金，他拿出来的可能就6万6，你跟那个老太太拿的礼金就是一样，但是他在关键时刻他能够给你一个支撑和肩膀。我之前没考虑这么多。所以啊，你的认知就会耽误你的一生。我们说谈恋爱也得有个规矩，就是有些不合理的要求别提。在你们两个结婚领那张结婚证之前，你和前夫的儿子跟他有任何关系吗？没有。没有。那他给你儿子花的钱，你谢谢他吗？我也知道他对我们挺好的呀。你一个月挣3、4千，你给你儿子要买7、8千的手机，你想把你儿子培养成什么？我就寻思别的小朋友有的，我就想让孩子也差不多。有私人飞机你要吗？别的小朋友真有。所以你想把你儿子培养成什么？咱别因为我想要的你没实现，我就对你都是怨气。你跟你前夫可是有规矩，一个月就1000块钱，你跟他没有。所以现在他一个月给你儿子花多少，只要花到了，他就是一好人，咱不能骂他。没有，因为你要东西的时候你没谱，你知道吗？你给东西的时候你也没谱，你要东西的时候是张嘴就跟一木匠要18万8的彩礼啊，你给东西的时候是我一个月挣3、4千，我给我儿子7、8千一手机啊。所以定吧，不然天天为这事吵。多少？这个没法定啊，这个为什么？因为我感觉那花钱哪有数的呀。好，我接着问你，儿子将来结婚，老刘要花多少钱先定？你儿子将来找工作，大学毕业啊，大学毕业找工作，最开始就是他可能挣的钱不够的时候，老刘需要给多少钱先定，都说好，都说好。完了，婚结不成了，婚结不成了。这个我觉得没法说呀，老师吓着了，结不了婚了。所以我跟你讲的是什么呢？你得谢谢他，他没任何关系，他是因为你，他愿意给予。你天天说他给的不够。你说老师如果说这么想呢，那你说他如果说这个手机是我要的，说不是给孩子使，那你说他给不给我买呢？800块钱的衣服给你买了吗？没有。可是给你爸爸3、4千的医疗费他可掏。不是，你这一个月挣这么点钱，用7、8千的手机干嘛呢？那他说他的理，我还觉得我也有理呢。那你说我跟他处这么多年对象，那你说我要跟别人处对象的话，他不也得照顾我们娘俩的衣食住行吗？所以跟别人处嘛。对，和别人处。你看别人同不同意？你看别人好不好商量嘛？其实我觉得你们2个人都是很清醒的人，
你们都很清醒的知道自己的客观条件是什么，你们也非常清醒的知道，站在自己的客观条件之上，身边的这个人就是你们退而求其次的唯一选择，你们没有更好的选择。所以正是因为唯一性，才会在现在的这个舞台上，你们两个人表现出来这样的一种彼此指责，因为自己的现实可能没有那么完美，所以希望另外一半出现在自己生命里的时候，可以因为他而让自己已经有缺憾的人生经历变得完美，至少有机会变得完美。那么如果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你们是一场合作。女生，我觉得你大概觉得你曾经经历过的那一段时间，对你来说生活亏欠了你太多，所以你要补偿。但是你不是说你要补偿孩子，补偿别人，你是要用彩礼也好，手机也好，补课费也好，买一件衣服也好，你都是在补偿你自己。但是你值不值得，是应该用你自己的方式去给自己创造的。我们就说，与其作为别人生命当中的那个挑错和指错的那个人，不如让自己成为自己的造梦师。我觉得男士，你是非常清楚知道你在这段婚姻当中你要干什么，你要传宗接代，所以在你的这个客观条件之下，他也是一个你退而求其次唯一的选择。他不一定是不想给，是他真没有办法给你。你要的那种无条件的宠溺呀，其实我们真的要看到根儿，它其实是一场价值交换。所有的无条件的宠溺都是一种价值交换，要么换来你无限提供的情绪价值，要么你从你这里可以获得到的是他一直想要获得的东西。那么如果能够从这样一个角度去分析的话，或许吧，站在今天这种唯一的选择之下，你们还有修复的可能。但如果真的意识到你们没有更好的选择了，那就想清楚你们何去何从。那这样，接下来你俩坐那儿想想，好不好？啊，也歇会儿啊，想想老师们说的话哈，考虑待会儿要不要出来。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小袁21岁，来自辽宁，学生；小张33岁，来自辽宁，主播。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你们的感情出现了什么问题？我比他大12岁，刚开始我也不相信我们会有未来，是他一点一点让我对我们的未来有了憧憬。现在我想和他谈婚论嫁，他却一直逃避。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想过要娶我，还是只想玩玩。我现在还是个学生，也没有稳定的收入，怎么谈婚论嫁？现在我们连谈个恋爱都争吵不断，又怎么可能考虑以后那么远的事？我知道他年纪小，但我没想过他这么幼稚，一点也不理解我的工作。这样一个恋爱脑弟弟，有时真让我招架不住。当初我只想找个温柔懂事的姐姐谈一场甜甜的恋爱，可他现在却让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我也不知道我们俩应该怎么办了。妹妹，没到法定结婚年龄呢。我也知道他是没到法定结婚年龄，但是我就想要他的一个态度。老师，我现在还是个大学生，我想的是等我毕业之后找个工作稳定下来再说谈婚论嫁的事儿。那年可就35了，今年33。他的意思是毕业找到稳定的工作，有点积蓄，那就不知道是哪年了。那不一定35，那可能36了。我能等起你啊？那我都多大了？那你谈之前就应该考虑一个问题啊。那我不就想要你现在给我个态度？你说你现在都保证不了，2年之后我在哪我都不知道了。承诺能当饭吃吗？那不都得到时候再说吗？那我要谢谢你呗。我要谢谢你不娶我，不给我画饼，挺真诚。哎，你还真得谢谢他没给你画饼，真的。我就是很真诚啊。你真诚，你看我啥时候欺骗过你啊？哎，你就是在那睁眼说瞎话，老师。他说他真诚，他妈妈来沈阳特意来见我来了，然后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件事儿。看。儿子咋不接电话？那女孩到底啥样？你倒是领妈妈见见啊！她不想见我咋的？实在不行就拉倒，赶紧拉倒，别耽误你。你也老大不小，眼瞅着毕业了啊！哦，她妈妈要来见你。你妈妈知道女生33岁吗？我骗我妈说她刚比我大3岁。你为啥没让见呢？因为一见面肯定会露馅儿啊。
我想的是等我毕业之后，我比你大12岁，我拿不出手。不是，我妈吧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家长，我也跟我妈妈分享我们的日常啥的，我也有挺多烦恼的。就她说我不真诚，其实我觉得她也挺不真诚的。她咋不真诚啊？就是大家伙谈对象不都把闺蜜介绍给男朋友认识吗？我就是在她的生活里完全消失了一样，就她的世界只有她一个人，她也从来不带她闺蜜啥的就认识我。就有一回我俩逛街的时候，就迎面偶遇了一个她的闺蜜，然后她立马把我手撒开了，手撒开之后去找那个闺蜜聊天，聊完天回来又把我手牵上，我跟狗似的。你的意思是她在装单身人设是吗？对，我也不知道是我给她丢面还是咋的，反正她就不想让她朋友啥的都知道我。你朋友知道你有一个比你小12岁的男朋友？那确实是不知道。为啥不告诉呢？我又交个这么小的男朋友，你说我给人介绍，我怕他们有代沟，到时候大家都挺尴尬的，我就干脆别说了。那你朋友圈什么的肯定也不能发他。对，老师，这个事儿我得讲讲。就有一回我看到一个情侣的挺有意思的视频，我想找他拍一下，我说宝宝拍一下，我想发朋友圈。他都不让。我那朋友圈里都是粉丝，我做直播的，我天天在直播间立单身人设，在朋友圈秀恩爱，秀我男朋友。那粉丝怎么想我呀？你可以设一个分组嘛。我以后我发行吗？我就你一个人可见。而且这都不算啥，这我都能忍。最让我受不了就是他就是无论什么情侣过的节日，他都没跟我一块儿过过。那跟啥不跟你过呀？跟谁过呀？就是他总拿工作找理由。就有一回七夕的时候，我买了一大束鲜花，我寻思给他个惊喜，我就去他家楼下找他了。找他之后半个点不接我电话。后来给我打过来了，说刚才在直播，接不了。老师啊，七夕那是情人过的节日，粉丝都是我的家人。粉丝既然是家人了，你骗家人合适吗？家人们知道你33吗？家人们不知道。所以就是你不光隐瞒了你的情感状态，还隐瞒了你的年龄哈。那我长得年轻啊，老师。对呀，不是，是不？他在演播室，是不是他在直播间，其实是一个演员的身份。不是，这个男孩也是，七夕你就等了半个点儿，你就觉得时间长了。牛郎织女等了1年呢。哎呦我的天哪！但是他不回消息，也不接电话呀，我也没有个信儿啊。我在就等着呗。就是他吧，年纪小，而且还不尊重我的工作，不理解，说我没时间陪他。就因为直播这个事儿，我俩都不知道吵了多少次。印象很深，有一次直播间来了一个就是挺支持我的大哥，那天头一次来，消费那么高，然后我也特别开心。我们加联系方式了，大哥说想约我见面吃个饭。我觉得那很正常呀，人头一次来这么支持我，我吃个饭咋的了？这正常吗，老师？你说哪个男生能容忍女生背着男生单独出去跟粉丝吃饭？那天我俩正看电影呢，他捧个手机搁那儿对着屏幕呵呵乐，我寻思看电影呢，乐啥呢？然后我一看那个人约他吃饭，他说个好呀，宝宝。你别搁那块儿咬文嚼字儿。老师，那现在你比如说你上买个衣服啥的，人不也说亲啊、宝啊啥的？我如果买衣服听到叫我宝，我拔腿就跑，我吓死了。那你去了吗？吃饭？没，我没让他去。那2天我一直给他关屋里了，我怕吃饭再吃别的地方去了，那可咋整啊？你说吃哪去啊？我能上哪？我都不懂。哎，他见你要干嘛呀？他想看看活的真人。看完了之后，他接下来就得再提下一个条件了，是不是？他说让你和他谈恋爱，你愿意吗？他不能见1次就想跟我谈恋爱吧？那你的意思是见2次就可以谈是吗？见2次之后我看看呗。看呢？小圆怎么办？那我也是为了工作嘛。后来还有个榜一找他，这回是背着我出去的。这个大哥他不仅是在消费上面支持我。我觉得我迷茫的时候，他也给我人生提了很多建议，而且我们都认识2年了，他从不远万里飞来我的城市了，专门来见你啊？他不是来见我的，就是说这个大哥他给我在微信上发了一条消息，给我录了一个我曾经小学的地方，就是我们聊天中提到过的，然后我当时也挺诧异，他说我来飞到你的城市，想看一下你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参与一下你的曾经。我是被他的用心给打动了。我先问一下，他多大岁数？89年的。也还行。36，岁数相差不大，我挺合适的。没有跟他拜狗大，然后我就见了嘛。
见了那天可倒好，我回家的时候他在草丛里蹲我，我刚到家楼下，他噌家从草丛里窜出来了。那他骗我说要睡觉，因为我俩手机有那个定位共享。你不用解释，你就发现他半夜没在家去找他了，这事儿有什么可解释的呢？对呀，我就怕他带人回家，带别人回家呀。咋相信你啊？你明明就是没在家呀。我感觉就是他跟这个粉丝划不清界限，边界感一点都没有，而且我越来越感觉粉丝比我都重要。为什么？就是只要是给他刷礼物的粉丝，他全都给人微信。全都给人天天唠嗑，证据我带来了。来，我们看一下，那开心吗？没有你在，所以不开心。哦，这还发那个晚餐的照片，想拉手。这照片我都没看过。男生你受得了吗？我肯定受不了啊。老师，我觉得我就是隔着屏幕给人家打2个字儿，我觉得没有什么的呀。而且我已经就是无数次因为这个问题跟他争吵过了。现在他出去玩的时候穿的也特别暴露。那你在那个朋友圈你发那个健身照，你上半身都不穿，我说什么了？我跟别人打2个字儿，他就说我暧昧。那你呢？我咋了？他在外边干那个滑雪教练，兼职，每天就带女学员，没有男学员。女学员倒地了，他还得拉人起来；女学员滑不动了，他还抱人家。天天跟人肢体接触，你怎么不暧昧啊？因为滑雪是一个比较高危的职业啊，我得保证人家身体安全嘛。然后那些女生来也是想拍，也不是说专门滑雪，就是想拍拍美照，体验一下。我带人家滑一滑，抱一抱，有啥问题了？天天滑雪，夜不归宿。他一出去2、3天，你干啥去了？你俩这从事的都是啥职业呀？老师，这个我得解释一下，滑雪场离市区特别远，我们就会选择去那儿待个1、2天，然后滑够了再回来。而且我这兼职啥的也都是为了他，我一个大学生2千块钱生活费，那肯定不够我俩花的呀。你为了我？对呀。你对我这么上心，然后你还能把我家猫的名叫错是吧？就是我初高中的时候自个儿养个猫，然后我给他名起叫铁锤，上大学早就看不着了。然后就挺想的，那天也是刚睡醒，下意识就叫我铁锤。这么大鸡毛蒜皮小事也能拿来说呀？他那个朋友圈不发不官宣，你朋友圈应该能官宣吧？就是双标，你朋友圈有吗？他都不发，我凭啥发他呀？哦，合着你也不发，你俩都单身人设啊？这个事儿我再说一下，老师，就是微信这事儿，还有一件事儿。他刚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把那个微信密码就是支付密码全都告诉我。他那个微信我都随便登。我感觉这男孩就是给足我安全感了。跟他在一起，我一看底下有个切换账号，一切换到别的微信上了，合着他有2微信。老师，这是因为我跟他之后才有的事儿。因为吧，我这是大学生，一个月就2千块钱生活费，搁我俩一块儿肯定不够花。我就想平时多兼职，干个滑雪教练，像钢琴老师我也干，还有模特啥的。我就不想把工作和生活就是混在一块儿，我就单独又创个号。啊，那你小号谁呀？全女的？都是客户。然后天天那聊天记录就是在吗？约吗？啥叫约吗？你看他回这种，他说这种消息，我啥时候回过他？而且人家说这样也是说约钢琴课啥的。我知道为什么这4位咱们放一期了啊。这边这位呢是非要跟一个收入不易的木匠要长春市中心1套房要加名。这边是我明明大你12岁，我非要让你现在就要跟我结婚，这个好像都要的不太对哎。可是我觉得我想跟他有未来。你那么多榜一大哥都忙不过来，你为啥要跟他有未来呢？我就喜欢他呀，他是弟弟。你就喜欢弟弟？对呀，他刚开始我就觉得他身材好，然后他又很粘人，对我百依百顺的，我喜欢弟弟。他要是有一天不健身了，身材不好了呢？你会不健身吗？这个倒是一直会，因为有这个习惯了。我问一下女生啊，就是如果他真的今天说了愿意，你现在就嫁给他，对吧？大学生就他到法定年龄就可以娶了，那就是以后你们什么买房啊、生孩子呀、赚钱呀，都来你支持，因为他还没工作。你不是那么多榜一榜二大哥吗？供得起吗？现在已经是完全相反了，现在完全是我供他，就是我们吃饭、逛街，就是看电影啥的都是我花钱。所以你就晚上夜不归宿的陪滑雪是吧？所以我才这么努力的兼职。不是，姑娘，你说说嘛，你都承担是吧？他是弟弟嘛，你承担吗？我谈了这么多男朋友，我跟人家出去也没有说。你来买单，那就你不承担是吧？
我不想承担。你刚才说你这么多男朋友，谈过多少男朋友啊？4、5个吧。所以我听起来你也没有真心想嫁他。他压根儿不想娶我呀。我说了呀，他如果愿意呢，将来谁养家？谁负担这个家庭的经济？谁来养孩子？他肯定不行啊，他才21岁。你又不愿意，他也不愿意，结这婚干啥？那我就想今天聊一下，我看他能不能跟他继续走下去。因为也就是说，今天你要他一个态度，他有没有想娶你的意愿？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分手，是吧？对。来，我们问一下今天同样来求助的刘先生和张女士，这爱情能继续下去吗？有希望吗？还？我觉得继续不下去。我感觉就是啥，本身吧是大学生，先以创业为主，不应该以那个恋爱就是成家这个为主题。觉得咱那个小姑娘啊，岁数也小啊，咱们以后再隔几年的话，你说她还能看上咱们了吗？咱们也得寻思寻思这事儿，是不是？33岁的女生想走进婚姻，你急，她不急，因为她才21岁。她恋爱的目的，我认为，好奇、新奇是多于爱情的。她想找一个温柔的姐姐，你说你是吗？可以说，你们2个人对感情的需求是完全不一致的。你的职业做主播是一个新业态，我们做这个行业，我们要自尊、自重、自律。你在有男朋友的状态下，为了这所谓的赚钱，什么榜1、1哥、2哥、3哥，你可以如此的投入和付出，这就说明你对他这段感情是存疑的，就是因为他年轻，他长得高，但是等到哪天他成熟了，完全有可能和你分手。我建议你们迟分不如早分，你们这一段是不应该展开和释放的恋爱，及时分手对双方都是一件好事情。我觉得你俩本来就谈个恋爱挺好，就算有一些比如吃小醋啊，或者是不开心，但也都还是能接受的，就谈恋爱好了呀，对吧？你享受他的年轻，你喜欢的这个外形，然后呢，男生喜欢比自己大一些的女孩，她也虽然年纪大一点，还挺可爱，也有成熟女性的一些可能吸引你的地方，这不是挺好的爱情吗？是吧，小伙子？所以说他现在就吵着结婚嘛。所以啊，我就不知道女生你是折腾啥呢？我刚才就问了你了，他真说我愿意娶你，你嫁了，然后日子怎么过呀？你是不是在你的直播间天天这个扮演角色，你入戏太深出不来了呀？过日子是像你直播一样在那儿啊说几句漂亮话，扮个可爱，他就能过了吗？他同意了，他说娶你，22岁生日那天咱俩就去领证，领完呢，过家家呢，演戏呢，怎么过日子呀？他再去兼职，他也是个大学生，他能挣多少钱？他能担起家庭的责任吗？能承担丈夫的责任吗？你说没关系，我喜欢弟弟，你还小，我不需要你赚钱，我不需要你承担更多责任，因为你不懂，我来，那我也支持你。你又不愿意来，你说那我找一个男生，他就得给我花钱，他就得养家，那你干嘛找他呢？他明显现在没这个能力啊。所以我觉得你最大的问题是你在你的那个虚拟世界太久了，姑娘。你回不到现实生活里来了，你现在整个那个状态是抽离的，你靠着那种想象或者那种扮演来过日子，那怎么过得下去啊？男生，我想跟你说的是，找比自己年龄大的女孩子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但是别打肿脸充胖子啊。第二，在恋爱当中也不是一味的说，哎，我去监管你，我去看着你，就能收获一个忠诚的或者是深爱的人。只有你做好自己，他心甘情愿的爱你，陪着你，或者是说调整自己的方式去和你互相迎合，才能长久。我就给你这2点建议，好吧？至于你们俩是处还是散，一点都不重要啊，随意。哎呀，姑娘，你完全是把自己割裂开的状态，你活在2个世界，一个世界叫线上，一个世界叫线下。你开始在线下的世界当中焦虑自己的年龄，但是你每天用线上的世界在给自己洗脑。其实对于你们2个人的状态，男生比你要清醒得多，至少他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
比如像娶你这件事儿是绝对不可为，他不是没有态度，他就是不会娶你。第一，他没有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他非常清楚我的未来在哪儿我不知道。第二，你每天跟榜一大哥，我看都看不住，我怎么敢娶这样一个女人回家？所以他的态度很明确，我不知道你在这儿不清醒做什么美梦呢？抱着什么幻想呢？你是回到线下的世界，面对真实的这个世界的时候，不知所措了。你被那几个榜几大哥哄得团团转，骗得你团团转。你以为线下的世界也是这样？当你睡醒一觉，睁开眼睛看，哦，我线下的世界不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你慌了。就是你这种焦虑感一出现的时候，你就开始找他要答案。你会不会娶我呀？你其实要的是一个在线下世界当中的安全感。线上那几个榜一大哥、榜二大哥他们能给你，但是线下这个世界你知道你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年龄33岁了，婚没结，孩子没有，你身边的姐妹肯定都已经开始步入婚姻的阶段了，所以你害怕着急了，对吧？但是妹妹，他不是你线下世界要的那个答案。我喜欢过他。你还喜欢钱呢，你能都得到吗？你现在不是着急的是在线下世界的结婚，或者要一个安定的生活，你着急的是姑娘，你要赶快找到你人生的方向，你不能再把自己割裂了，这才是你现在应该考虑的，而不是去问他要一个态度。刚才你点什么头啊，小圆？我特别认同老师的观点。所以你为什么要在自己的朋友圈里维持单身人设，还要亲手把女学员从雪堆上抱起来呢？我感觉跟你看，道理讲出来都同意，落实到行动上就永远有借口。所以你们两个做的事儿是一样的。我觉得呢，认真谈恋爱，咱们要想结婚的基础是认真谈恋爱。小圆，你觉得你恋爱认真吗？我感觉我真挺认真的了。你妈都不知道她多大岁数，一个认真的恋爱居然不让自己亲妈了解对方，认真吗？不太认真，不太认真。你见过他父母吗？有一次就是那回他送大哥回来的时候，我不跟他扯吧嘛，然后他把他爹叫来了。哦，这么贱的是吧？对。你觉得你恋爱认真吗？不够认真。所以你要娶她吗？直说。我不考虑。不考虑，听见了吗？你听见小圆刚才说这3个字了吗？不考虑。什么意思？你理解什么意思？就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跟我结婚，所以他吊着你啊。你既然不考虑，干嘛不实话实说呀？因为我还挺想继续谈下去的。所以是不是吊着他？他把我这点招都学着了。他不是跟你学的，这招人人都会啊，妹妹。啊不，我们不会，真不会。我讲明白了吧？现在明白了吧？这不就得了吗？回去之后就分开吧。你啊，不是着急嫁给他，你是着急赶紧嫁了。哎呀，他不合适，所以就算了吧，好吗？咱就别在一块儿了。我个人建议啊，我说讲完了。姑娘，你太逗了！你刚才说把你那点招都学会那一刻呀，我就突然间明白为什么他这么喜欢你，要和你在一块儿。你真是心理年龄和你的生理年龄真的是不匹配。你为什么会喜欢他？我很坦白的跟你讲啊，你就说你喜欢他健身，你喜欢他年轻，最重要的那一点是你喜欢他年轻，因为他的年轻和他在一起会进一步的不断强化你也一直很年轻的这个信念。你是不想长大的，因为你不想长大，你想一直维持着小女孩的样子，所以你和比你年轻这么多的人在一块儿，这是你心里真正需要的东西。另外，你们两个人为什么说都不愿意在自己最亲近啊或者信任的这种关系面前去把你们的这个已经有伴侣的这样的一个人设打出来，都在维持自己单身人设呢？我说实话吧，就是你们对于年龄差这个事儿，你们自己也有羞耻感。所以怎么去解决这个事儿，就是把他们带到你的这个关系里，让他融入到你的圈子里，慢慢的就可以让彼此适应，也让周围的人去接纳。
它就是要有这样一个特别阵痛的一个过程，也一定会有让你们都觉得不舒服和很尴尬的过程。但是你们愿意做这样的尝试吗？我觉得这是摆在你们面前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不管在这段关系当中将来会走到什么样，你的成长和你对于自己现在应该成长成什么样，对未来有没有规划，这是摆在你面前的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实。男孩子他对于未来画没画饼，但是他非常的清楚的知道他的未来具体还会有什么样的可能，他再去争取更多的可能，包括爱情。但是姑娘，你呢？你有在为自己的未来争取可能吗？其实我会更担心你，我担心你一直把自己停留在小女孩，并且一直停留在喜欢弟弟、喜欢年轻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上，停在这种心理需求上，不断的去在你自己的心里画这个年轻的饼。30多岁、40多岁、50多岁、60多岁，一个人的精彩和光芒可以一直绽放下去的。他不是永远停留在20多岁才是他最有光芒的样子，所以成熟才是最好的魅力，也是一生的魅力。好，谢谢吕老师。接下来就请我们两组嘉宾回到门后。那开门之前呢，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呢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大家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啊。那接下来我们看看我们的刘先生还有张女士，他俩会不会出来？来，请开门。不可能出来了！你看这个刘先生决绝的一个人就走了，谈不拢。他刚才进去的时候，决绝的一个人走了。哎，真是丢了一个细心照顾他的好男人啊！这真的是想不明白，我真是替他们干着急。但是这个男生，他要的是生孩子啊，就从这点来讲，确实也谈不拢，就需求不对等了嘛。早干什么了？没事儿。祝他们都能想明白，也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吧。那接下来就看看这组年轻的小袁和小张，他俩要不要出来了啊？那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可以通过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微视频号、公众号，记着来到节目，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小心被骗啊，一定切记。好了，我们来看看小袁和小张他俩出不出来啊？来，3、2、1，请开门！3、2、1，请开门！我真的不希望他们出来，我觉得也不出来了。这女孩可能也想明白了，对，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没有，好事，好事情。唉，两组都要结婚，最后门儿都没出来，连恋爱、爱情都不要了。希望都能找到自己生活当中想要的到底是什么。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我们下期再见。